美国人气急败坏地指责中国大洋号在帕劳海域勘测，不仅仅是因为担心中国掌握了详细的水下地形信息之后，可以很方便的潜艇进行活动，更是因为他尴尬地发现中国压根儿就不怕美国人的海洋霸权。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指责中国大洋勘测活动为非法，我就想问一句，太平洋是你家开的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自1982年发布，1994年11月16日生效以来，已经有160多个国家签字认可，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政府拒绝批准加入，这其中就有美国。因为美国人认为自己海上力量强大，没有谁敢动他的海上权益，他才不愿意遵守这些所谓条约的限制呢。反正我家附近你来不了，你也不敢来，你的前庭后院那我都要去。根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的报道一条中国的勘测船大洋号在太平洋小国帕劳的专守经济区活动了5天。帕劳方面曾经试图出动小艇驱逐大洋号，但是因为吨位太小，自持力不够，还没开到地方呢，就自己返航了。美国人担心呢，中国勘测船大洋号是在勘测九州到帕劳一线的海底的状况，为中国海军的核潜艇的远航活动做准备。有美国的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性质的调查需要得到专守经济区所在国的许可，这完全是误读。联合国海洋法并没有禁止其他国家勘探另一个国家专守经济区内的海洋地形。实际上呢，其他国家在专守经济区内是享有不少权利的，比如航行或飞越的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以及其他符合国际法的其他的一些做法。所以就算是大洋号勘测船真的进入了帕劳的专守经济区，并且在那儿勘探了水下的地形，那也是完全合法的。美国人呢，应该好好的去阅读一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文本。其实在海洋法公约起草之初呢，美国人还是很积极的。海洋法中的很多原始条文还是美国代表团自己写的，但是随着这部法律制定过程推进，美国人越来越感觉到不对劲了。倒不是法律条文本身对美国有什么不利，而是制定这部国际法本身就会限制美国在海洋问题上的行动自由。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呢，虽然也是个霸权主义者，但他毕竟不是特朗普多少还讲点道理。考虑到海洋法条款对美国海军行动的不利因素，里根政府和当时的国会权衡再三，拒绝签字加入。从那以后呢，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美国经常用联合国海洋法作为借口，指责其他国家的海洋权益的保护行动，就像他自己是这部法律的执法者一样。被指责的不但有中国，也有印度。专守经济区这种划分，美国海军更是从来都不放在眼里，想进就进，想出就出。但是每当被人批评说美国为什么不加入这部海洋法，美国政府就开始顾左右而言他。所以美国海岸警卫队如今跳出来指责中国勘测船侵犯了帕劳的专守经济区，就像是欺行霸市的黑帮分子指责一个人不该正常走路一样，纯属是行性滋事。帕劳是个岛国，在美国看来是有特殊性的因为这儿居住着密克罗尼西亚人种的土著人，是太平洋进入东南亚的门户。19世纪末帕劳被西班牙占领，很快被卖给德国，一战以后又被日本所占领。二战后期，美国人又从日本手中夺取了帕劳，并且成为了他的托管国。也就是说，帕劳在战后一直是美国人在管理，直到1994年帕劳成为独立的国家。但实质上，美国对帕劳的政治控制还是很严密的。现任总统惠普斯就出生在美国，而且在美国读了大学，2008年才回国参政。而帕劳县政府的开支几乎完全依靠美国和日本的财政援助，所以大洋号勘测船来到帕劳附近的海域，在美国看来就像是进入了自己的领地一样，心中是12万分的不痛快不乐意。然而美国没有任何理由对大洋号勘测船下手，
如果他们有一点点法律依据，那早就按捺不住了。早在2012年，帕劳警方就开枪打死过一名中国的渔民，逮捕了另外25人。然后帕劳最高法院又强迫这些渔民承认非法入境捕鱼，每人罚款$1000，然后才放人。这个举动是因为帕劳对专守经济区的渔业资源有主权。但是大洋号并没有捕鱼啊，他就算是再探测几天几个月，那也完全是合法的。美国人气急败坏地指责中国大洋号在帕劳海域勘测，不仅仅是因为担心中国掌握了详细的水下地形信息之后，可以很方便的潜艇进行活动，更是因为他尴尬地发现中国压根儿就不怕美国人的海洋霸权，只要在联合国海洋法框架之内，中国船只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不用看美国人的脸色，这就是现实。